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暑假档票房破100亿，热烈、超能这两部很大概率第一会从这两部产生。今年暑假档的电影有点多，也很热闹，还有8部待播的影片，到底谁能成为暑假票房冠军？去年暑假档总票房92亿，其中票房冠军《独行月球》达到了30亿。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今年暑假票房稳稳超过100亿。消失的她仅仅开场预热，已经到达26亿。从票房来看，这部影片很有可能和第一打擂台。根据已知的8部影片，看似假期的电影很多，但却有几部已经翻车，无缘竞争票房冠军了。先说《封神》，预售5天，票房167万，效果非常不理想。预售片的口碑是翻车了，狐狸不是狐狸，妲己不是妲己。差距太大，知名演员倒是很多，但这种片子，我说句良心话，太多了。以《封神》为名字的剧集和影片，现在已播出至少25部，我大概查了一下，真实数字超过25。这是什么概念？观众看烦了。这次虽然说投资比较大，特效、演员都是顶级，但对于观众来说，剧情是最重要的，无论怎么改变，大体剧情走向都差不多，自然看的也就少了。翻车是大概率事件。再说《碟中谍》扫黑3，这种题材的影片居然还在持续，这就证明这类电影能赚钱，不然导演不会拍。能赚钱是一方面，但票房不会太高。碟中谍、扫黑、无间道等等，这类题材太多了，20年前就一直模仿港片，说句不好听的话，港片都被模仿的没有灵感了，居然还在模仿。主打情怀的影片，票房不会很高，馊饭硬吃，也就吃几次，主要都是新观众，哪怕观众再傻，也知道了这是馊饭。估计票房不会太高，竞争第一几率很低。王宝强，说到他，我竖起大拇指，唯一一个离婚后没有被扒出任何绯闻的艺人。10年磨一剑，八角笼就是他的成果，这部影片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超过了国产的平价票房。预售15天，票房4.2亿。听他介绍时表示，有一部分资金是陈思诚所出，以目前的趋势，这部影片不会赔。在这个暑假，他和他的好兄弟双赢。但话又说回来，双赢是一方面，但以目前的票房，很难竞争冠军了。竞争力度最大的2部，我所看好的是热烈、超能这2部。很大概率第一会从这2部产生。大鹏 vs 开心团队。先说大鹏，他的能力不用说了，一个字，很强。前段时间的保你平安，再次印证了他的实力，也给他圈了一大波粉丝。主演是黄渤、王一博、刘敏涛等等。黄渤自身就带着一定的票房，加上大鹏的影响力，基础票房也就有了。励志剧很有看头，主要讲述舞团舞蹈者追梦的过程，这类题材很不错，耐打。电影《热烈》剧组近日空降北京环球度假区，与环球酷爽夏日联合上演一场酷爽翻倍、热烈翻倍的惊喜派对。电影中的舞团惊叹号登上好莱坞剧场舞台，实力诠释与欢乐共舞，热烈一下的精彩夏日体验。
活动当日，由热烈剧组和北京环球度假区特别呈现的环球酷爽夏日演出在好莱坞剧场上演，伴随着众多大片世界明星联袂组成的超级 DJ 团登场。热烈的领衔主演黄渤、王一博携惊叹号成员惊喜加入舞台现场，共同带来炫目的街舞表演，瞬间嗨翻全场。再说宋阳，开心麻花团队，这个团队可不容小觑，这里面单独拎一个出来，都是有着一堆票房的选手。沈腾的形象有些颠覆，以超能力为展开，一大家子中孩子突然有了超能力，全家受益。但4. 个人观点，这两部影片有着明显的漏洞，那就是当面 PK，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超能一家人7天之后是热烈，这就意味着前者必须在7天之内拉开差距，不然后期就很乏力。电影和剧不一样，电影的排放是按照前一天电影的票房，第二天进行排放时间段。也就是说，第一天没表现好，第二天就没有黄金段了。相比较这2部，消失的她却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同时期根本没有竞争对手，每天时间的黄金段都是她的，上映20天后八角笼才来接档。也就是说，这20天时间内都是以消失的她为主体。对于这一点，超能和热烈明显吃亏。这两部影片，我看好超能，倒不是说热烈不好，只不过我不会把30块给王一博。很简单，如果是黄渤和一个有演技的明星，我一定会看，但如果是王一博，我大概率不会去。40集的剧集看不出来演技，更别说不到2小时的电影了。再说回超能，喜剧本身喜剧就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喜剧是所有题材中受众达到 50% 以上的题材，因为这种类型跟年龄无关，小孩到老人，受众很广。更狠的是，超能一家人去年就没上映，一直等到今年暑假，这就意味着宣传打得太足了。消失的她让我知道了，剧本是照抄的不要紧，只要宣传打得好，票房也就会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得知的就是这几部影片，按照我个人观点来看，前3名大概率是超能一家人、消失的她、热烈。你们怎么看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